新年将至，北地酷寒，蓝忘机追着一只妖兽入了山林。山间银装素裹，树木高耸入云，天地间一片素色，妖兽隐去踪影。蓝忘机寻觅于林间，但闻溪水潺潺，鸟啼嘤嘤，冬日寒意瞬间退去，四周再不见冰雪。他直渐向深处走，忽然见到一株枇杷树。蓝忘机便知那物恐怕是神非妖，他入了神兽造的梦。古书有载，山间有神兽，或是过得无聊，偶尔会引凡人入梦玩耍，无害无益，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蓝忘机收起剑，抬头看向那枇杷树，树上枇杷结得正好，一看便知香甜。枝丫上躺了一少年，正在小憩。那少年着白色衣衫，宽袍广袖，竟是他姑苏蓝氏校服的样式，只是那布料上细密针线绣的却不是卷云纹，而是九瓣莲，腰间挂了一剑，那柄剑蓝忘机见过。蓝忘机呼吸一滞，树上少年听到声响，醒转过来，低头看去，目光相撞，二人皆是一愣。蓝忘机想到的是姑苏的月色，在记忆中反复洗涤了10年，带着醇厚的酒香，让他不由迷醉。那人坐在墙上，笑得没心没肺。他又想到镇上的小河流水小桥人家，吴侬软语间有明朗笑声。那人笑着问他吃不吃枇杷。他曾在蓝氏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少年，提笔写下书中诗句，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亦曾在藏书阁独自读书，心想100年之后仍是踽踽独行，此身形作姑苏土，犹吊遗踪一渲然。世人敬他为他，再无一人会趴在桌上调皮地对他说我在，我在呢。那少年从树上跃了下来，银铃坠在腰间，撞上佩剑，发出清脆响动，额前碎发吹起，露出俊朗面庞与开朗笑容，满眼笑意，找不到一丝忧愁。他笑着坠落，落向地上的他。蓝忘机不由张开双臂，接了个满怀。少年的发丝抚上他的脸，他闻到淡淡的酒香，熟悉的笑容与熟悉的声音。少年对他唤道：蓝湛。这一声呼唤穿过光阴，穿过梦境，他的所有念念不忘，此刻终于听到回响。蓝忘机抱着他，胸膛之下心跳如擂鼓，眼前有些迷糊，全部的喜悦最终化作一个日思夜想的名字：魏婴。那少年说他来自江家，叫魏无羡，今年15，正在姑苏听学。那少年又说：蓝湛啊蓝湛，你长高了好多，还是那么好看，就是眉间愁云惨淡，比小时候更显古板。那少年还说他午后在后山乱逛，碰上神兽，一路追赶，便入了神兽造的梦。梦中没了云深不知处，却有枇杷树。他闭眼小憩，低下头，便看到了他。阳光透过树梢或疏或密的叶子洒向大地，少年脸上明明灭灭，一双眼睛始终有光，碎碎地讲着他的故事。说到兴头，伸出一只手在空中虚握，好像是要抓住阳光。蓝忘机抓住那只手，握在掌中，置于心口，说道：是神兽慈悲。魏无羡不解：怎是慈悲？我明日还要考试呢，那神兽可比我都调皮。蓝忘机比这少年魏无羡年长10余岁，又生得高大。魏无羡整只手被蓝忘机裹在掌中，隔着蓝忘机的手指与一层一层的衣物，魏无羡触摸到了蓝忘机的心跳。蓝忘机只是又说：是神兽慈悲。魏无羡看见他的眼中有不应属于蓝忘机的粼粼波光，似是极悲痛，又似是极喜悦，他们离得很近，那双琉璃色的双眸中满满的全都是魏无羡。魏无羡决定不再追问，他一向是一个极为体贴的人。他扬起笑容，对蓝忘机咧嘴道：蓝湛，吃不吃枇杷？二人便一起开始望枇杷树。神兽颇懂事，许是觉得轻功蹦跶太不浪漫。这梦境中二人功力皆无，魏无羡站在地上抬手跳了半天，还是没够到最矮的那根枝条。奇了怪了，魏无羡自语：刚刚我还能一蹦就蹦到树梢呢，这棵树是长高了吗？这梦真邪乎。蓝忘机指尖抖了抖，又深呼吸几下，走上前揽住魏无羡的腰，将他举了起来。他已经太久没有触碰过那人。蓝二公子不喜交际，活在尘世中却始终格格不入，恍若仙人，任何人事物都入不了他的法眼。然而无人知晓，蓝二公子曾痛恨自己的性子，
若是当年便抓住，是否就不会分离？上一次触摸到他是在屠戮玄武洞，那人发了低烧，16、17岁的年纪，面庞上依稀有了锋利的棱角，却也没有完全褪去婴儿肥，脸颊被热度烧得发烫，嘴角有没失禁的血迹，一双眼睛闭着也不安分，眼珠子咕噜噜转来转去，睫毛根根分明，随着眼皮抖动，衣物坏得厉害，东一个口子，西一道撕痕，和着血污泥泞，看上去乱七八糟，比平时难看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可他是在蓝忘机怀里的，相识以来第一次他们如此靠近，二人就这样紧紧相拥。他睡着了，而他却醒着，眼对着眼，肉贴着肉，呼吸纠缠着呼吸。那时候蓝忘机便知道他彻底完了。那时他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没有叔父，没有兄长，温王盛世，对尚未长大的他充满恶意，他已经快要崩溃。然后魏无羡走到他面前，问他要不要背。年少时曾为心动而不安，不知对方是否良人，不知真心会否错付，直到在暗无天日之时，将他拥入怀中，唱一曲望羡诉衷肠，才认清心动即是一生。蓝忘机曾以为那只是开始，彼时年少轻狂，幻想着他们会共度无限年华，仙门动荡又如何，他二人何惧？可他不曾料到那已是结局。自此以后再也触碰不到魏无羡，外界总说的水火不容，可他们从未背道而驰。然而他们还是越走越远，从所谓正与邪，再走到生与死。蓝忘机止不住颤抖，他已经开始老去，但魏无羡尚年轻，在莲花坞与云深不知处的日子，将他养得丰神俊秀，气宇轩昂，正是蓝忘机最初心动的模样，是他自始至终苦苦追寻的梦。蓝忘机将他的梦扛在肩上，扶住魏无羡的腿，魏无羡反手握住蓝忘机臂膀，一手指天去够那琵琶，摘下一个，兴奋地对蓝忘机炫耀。蓝忘机抬着头，看见日光正好，枝繁叶茂，光影下他的梦笑得意气风发。魏无羡一向是一个极有感染力的人，他笑了，世界变亮了。蓝忘机看得入迷，也不禁莞尔。蓝二公子素来严肃，这一笑让魏无羡也看入迷了。魏无羡坐在他肩上，戳戳蓝忘机的脸，认真地说：“你长得真好看，笑起来更好看，你应该多笑笑，我看着真欢喜。”蓝忘机伸出一只手握住在他脸上乱戳的手指，情不自禁说道：“好。”魏无羡心情大好，对着枇杷树狂摘一气，神兽调皮，一树的果子竟是取之不尽。他装了一整个袖子，拉着蓝忘机一起在树下坐了下来，一颗一颗往外掏，用袖子擦拭，剥了皮，你一个我一个，边吃边谈天。蓝忘机并不说话，只是倾听，枇杷塞进嘴里，很是香甜。他的心上人说着后山的兔子，山下的酒肆，学堂上的趣事，尽是一些无聊话，他却听得很认真，嘴角笑意不去，这辈子从未这般开心。吃完枇杷，魏无羡又拉着蓝忘机游玩，这林子没有边际，二人从枇杷树往深处走，走过潺潺溪流，去追赶溪边的兔子。兔子翘着毛茸茸的尾巴，一路乱跑，魏无羡边跑边笑，蓝忘机跟在后头，只希望这条路不要有尽头。兔子跑进了兔子洞，他们停了下来，日头照在身上并不热，林间有清风吹起鬓边碎发，耳鼻间有花香。神兽站在兔子洞后面，看着他们，甩了甩尾巴。他们驻足原地，突然静默。路终究是有尽头的，蓝忘机一时忘了呼吸，然后紧张地去看魏无羡。魏无羡仍旧笑着走向神兽，脚步间并无犹豫，那些痛苦于他而言并不存在。二人入梦，只有一人不舍。魏无羡一步一步走远，蓝忘机张了张嘴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即使重复多少次，他还是只能看着魏无羡的背影，追不上，摸不到。魏无羡走到神兽边，摸了摸他浅色的皮毛，神兽颇为受用，眯着眼睛呼呼。魏无羡转过头看向蓝忘机，说道：“就到这里了。”蓝忘机原地晃了晃，轻声问：“要走了吗？”魏无羡说：“是啊，要走了。”笑容隐去不见，醒来之后又是悔恨交加。说好的让他欢喜，也只是黄粱一梦罢了。蓝忘机从来认为梦境虚幻，留恋无益，但这魏无羡是真实的，是神兽的慈悲，是他的福报。既已入梦，为何就要分离？
他可知他已思念成疾。魏无羡问：“你是舍不得我？”蓝忘机点头。魏无羡奇道：“你可比我的小古板坦诚多了。”他的小古板。魏无羡靠在神兽身上抱怨道：“我的小古板啊，明明就很喜欢我，却总是做出一副很讨厌我的样子。不过这样很有意思，我每天都逗他玩。”然后他低下头踩了几脚兔子洞边的草，又抬头说：“我要回去找我的小古板了。我逃课太久，他会担心的。他一担心就要骂我。你不要难过啊，你也有你的魏婴吧？”蓝忘机觉得双眼酸胀，一句别走堵在心间，开不了口。魏无羡继续说：“看到你我很高兴，你笑起来这么好看，我的小古板笑起来一定也很好看。你大方承认你舍不得我，我的小古板总有一天也会大方承认他喜欢我，喜欢的不得了。这就更有意思了。”然后魏无羡对他挥挥手，便要走了。神兽领着他越走越远，就要走出梦境，把蓝忘机留在原地，就像他们的无数次别离一样。蓝忘机上前半步，对着那背影高声唤道：“魏婴！”魏无羡停下脚步，侧过头，所有的悔恨与不舍在这一刻都化作勇气。他喜欢他，一直都喜欢他，但魏无羡不听，不信，不屑。至少在这时候，至少在魏无羡仍会倾听，仍会相信，仍会回应的时候，至少在魏无羡仍认为蓝忘机不讨厌他的时候。蓝忘机喊道：“你记住，你的小古板很喜欢你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他都一直喜欢你。”魏无羡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议地望向蓝忘机。蓝忘机站在原地晃了晃，一双眼睛微微发红。魏无羡笑了，喊道：“我记住了，你的魏婴一定也很喜欢你。”睁开眼睛，仍是冰天雪地。梦醒了，没有枇杷树，没有兔子洞，没有神兽，也没有魏无羡。韩光俊孑然一身，超脱红尘，从来出来往去处去。蓝忘机拔出碧尘，剑气逼人。他看到他的眼中弥漫着雾气，他呢喃道：“要记住，别忘了。”他的魏婴从不知道，他的魏婴一直孤独。蓝忘机站起来，这世界银装素裹，韩光俊一身白衣，几乎要隐在其中。他摸了摸放在心口的香囊，走远了。点击订阅，按赞，留言，打赏，欢迎扫码加入本频道会员。